城市里笑傲，冷月光。笔作纸，天作笔号，这一生如泼墨纸上，轻轻跌宕。旁边冷对锋芒剑，阴雨刀光，海畔春心般村庄，人下鲜黄海无涯，暗涌无数惊涛。千秋之堂，转身青春作颜料，风雪爬上鬓角，白纸也不恼，无言里藏不灭的光。一身傲骨，不惧风霜，笑对荆棘，结网做孤狼。生来就独来独往，傲骨不改分毫，真正响彻云霄汉室中，一颗心为你滚烫。玉清秋神脉一爆发，我就觉得这场魔烟来的蹊跷，原来是你。司空观主，他就是魔族的奸细，星火宫的叛徒。让我来收拾这个奸细。快走！纯元，纯元，你怎么了，纯元？纯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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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刚到。上当了，是魔族假扮的气运。顽固，还在说笑。我还等着你好起来，跟我争天下第一呢。以后天下第一就是你的，由你来保护下族。贺山主，让我们再试试吧。我自己的身体，
我自己知道，就让我安静地走吧。师傅，师傅，让我们师徒俩单独聊几句。我们先走。师傅，我还没开始跟你学真本事呢，你怎么就……不准哭！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从此以后，你的路得自己走了。你是个好苗子，但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徒儿一定记住师父说的话。师父想拜托你一件事。曾经，我有一个徒弟，也最让我揪心。你小子进步挺快，那当然，也不看我师傅是谁，那可是天下第一的鹤山主。等你以后老大打不动了，我可要接你的班的。等你以后成为了超凡，我推荐你进心火宫，让你成为黑白神山的候选山主。你呀，别让我失望。师傅放心，做山主，我肯定比你当得好。贺山主，杀了你，我就是天下第一了。想当天下第一，就光明正大的，从背后偷袭算什么正派？少废话，拿命来！就是伤害我师傅！魔功，堂堂黑白神山竟然使用魔功，怪不得天下第一。传出去，我让你们在正派中难以立足。说，为什么偷练魔功？我只是无意在藏书阁的密室里看到了秘籍，我就试着练了一下，没想到功力大增。我想让师父为我骄傲，我就偷偷练了。藏书阁密室是绝密之地，任何人闯入都该受罚。你不但偷看秘籍，还偷练魔功。我再也不练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师父，我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练了魔功，就无法再提升正派的修行了。就算继续修炼黑白神山的功夫，也无济于事了。师父，你不要放弃我，你帮帮我，你帮。你走吧，从此黑白神山跟你再无瓜葛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。不，师父，不要赶我走。走，师父，我只想像您一样
成为天下武功最高的人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成为最强的人。天下第一，不是不择手段。你偷练魔功，辱没师门，来人，将他赶出去，永远不得进入黑白神山半步。不，师父，滚！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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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师父10年前，他奋不顾身救我，我却残忍地将他赶出黑白神山。要不是我，恐怕他如今也不会堕入魔道。没想到师父你和魔阳山还有这么一段故事。师父，拜托你，如果看到他，跟他说，这是我的心病。师父，让他不要一错再错，哪怕做个普通人，也不要把自己逼入夹缝中，万劫不复。师父，师父放心，弟子一定完成师父的嘱托。这世间就是如此，普通人想当天下第一，而天下第一却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。告诉他，若是他能够迷途知返，那我也还是他师父。师父，于静秋，雪花符果然在他身上。当年他们将我打得灵肉分离，用青铜棺材封住了我的肉身，同时摧毁了打开青铜棺材的雪花符。想不到啊，雪花符没被毁掉，是天意要我付出。当年封印青铜棺材，与那6大元老性命相连，只有尽数杀掉，才能解封。而如今，雪花符重现江湖，我们只要拿到于静秋体内的雪花符，就可以解除封印了。说的没错。主人放心，属下一定想办法拿到于静秋体内的雪花符，让大魔神的肉身重新现世。好。
当年单大侠重伤的时候，曾经告诉过我，大魔神并没有彻底被杀死。大魔神没有死啊！当年的大魔神被正派和神界联手追杀，他知道自己斗不过，所以他的一片残身逃跑了。残身所在何处啊？这片残身寄托了大魔神尚存的魔力，进入了一位习武下族人的身躯，并渐渐控制了他。叶前辈这么说，可是有什么证据？而且，你为什么知道的那么清楚？因为就是这个人，一步步暗算，害死了单大侠。我一定要为他报仇。那你此时说出这事，是不是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？没错，因为这个人就在我们之间。你要保护魔族奸细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就在他的手臂上。我以收徒为名，让孔幽月去查。当时他手臂上的魔族印记若隐若现，我并不能完全确定。今日冬至，最为寒冷，也是魔气最旺盛的日子，他必定无法掩盖。司空阳，敢不敢露出你的手臂，让大家看看？既然如此，得罪了。二位，稍安勿躁。司空阳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师父，你快说话！你这手臂，是不是之前为了治疗白大师的伤所致？师父，东伯雪鹰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他的手臂魔气散发就是铁证。终于醒了。快把这聚神汤喝了。眼下你的神脉刚刚觉醒，还不稳定，你这又突然昏迷的，是要吓死我呀！雪婆婆，你不要担心，我这不是醒来了吗？少主人，神脉觉醒实属不易，我们等了这么久才等到这一刻，终于可以回到天宫去了。可我的神脉怎么会突然觉醒？我只记得当时我呼吸困难，整个人都昏昏沉沉，很不好受。在你体内发现了被分化的魔魂丹，也许正是因为这魔魂丹的作用，才刺激了你的神脉觉醒。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渴望你的神脉觉醒。魔魂丹？可我接触到的人都是下族的正派之人，不应该出现魔族之物。也许正派的身份只是某些人用来掩饰自己丑陋面目的面具。我记得司徒红他递给我。小乔，少主人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哪儿又不舒服了？我没事。这里终究不是我们的世界，我们迟早是要回到天宫去的。你体内的魔魂丹我已经控制住了，不会对你产生任何影响。只是眼下更棘手的是，留在你体内的雪花符。雪花符？这天降异雪的症状，就是因为这雪花符所引起的。少主人，你可还记得这雪花符是如何进入你体内的？没有，我对这雪花符根本就没有印象。这雪花符灵力异常，眼下我也没有办法化解，只能等我们回到魔雪国以后，弄清它的来历，
再想办法。事不宜迟，我们今晚就出发。这么快就走？邵主任，你这次被弄得半死，我也被吓得不轻。反正这又不是我们的世界，我们迟早是要回去的，不如早些动身。雪婆婆，你也太雷厉风行了吧，总得让我和朋友们道个别啊。好，那我就再给你2天时间，你好好的跟朋友们道个别。这下要是离开了，怕是不会再回来了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你呢？我就更没事了。我是担心你，雪婆婆要是知道我偷偷来见你，非打我不可。你怕被她教训？我为了见你，我当然不怕了。拿着，这是凝神草，帮助你聚气凝神。这是碧血露，用来解毒的。还有这个气血丹，可以增强斗气。景秋，你干嘛？我的伤没有那么严重。你先收着嘛，万一以后用得上呢？以后？你诅咒我多灾多病啊！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不管，以后我需要再跟你要。要是以后没有我了呢？你先收好了。雪婆婆说了，现在我的神脉已经觉醒了，要我回魔雪国继承国主之位。觉醒神脉是好事，起码你终于知道自己爹娘是谁了。我也知道我不属于龙山国，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宁愿不知道的好。其实我明白，我早就知道，你总有一天会回去的。只是我不想去想，因为我会很难过。雪鹰，我好舍不得你。琴声起，人如花，谁在远方声声牵挂？谁心事乱如麻？讲故事酿尽月华，掺杂思念一下，半生风沙，半生喧哗，全都一并笑纳。这边，那边也有，小心！哎呀，鱼又跑了！能这样多看你1秒。竟也变成了奢侈。
要是时间能停留在这一刻就好了。将故事酿进月华，掺杂思念一夏，半生风沙，半生喧哗，全都一并笑纳。画好了。我这一生孑然行天下，那个人怎么了？被我烤鱼的样子迷倒了？原来东伯雪鹰烹饪起来真的这么迷人。我这是烹饪吗？我这是对你的爱。啊！哇，好香啊！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还记得这个吗？记得，这个好酸的。但是撒到鱼的上面呢，就会变得很甜。怎么样？我好像还是更喜欢你上次在这里烤糊的东伯雪原，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，还是独一无二的。烤糊了的鱼，味道就忘了吧。那怎么会忘？我肯定不会忘的。雪鹰，你说我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吃你烤的鱼啊？怎么会呢？我们肯定还会再相见的，对吧？要是可以的话，我想这辈子都能吃到你烤的鱼。我们肯定会再相见的，对吧？会的，我一定再会赴你的烤鱼之约，一定会再来找你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体内的雪花腹。要是治不好呢？治不好也没关系啊，反正你在我眼里怎么样都是最美的。少主，我看您是一点都不着急回天宫啊。从小，我就在这里练功习武，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没想到有朝一日，我却被告知，我的家其实远在千里之外。少主，这只是你和龙山国的一段缘分，但终究不是你的归属。归属。从小，我就觉得我像一根无助的浮萍，没有归属，渴望找到自己的父母和身世。可现在我找到了，我为什么对那个即将接纳我的归属之地，没有那么强烈的憧憬？雪婆婆，你说我是不是太冷血了？少主，你只是离开天宫太久了，等回去以后，就会慢慢忘记这里的。我又怎么会忘了这里和这里发生过的一切呢？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回去的办法才行。直通3界的神魔井已经被封住了，或许我们可以找那个东波雪鹰想想办法。不可！说因为我打开神魔井，魔族也会趁机涌入，到时又会祸乱龙山国，下族也没有办法抵挡。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这么自私。况且，近来雪鹰的伤势也没有痊愈，
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再去麻烦他。少主，雪婆婆，我还是不是魔雪国的少主？是少主。那你就听好了，不许去找雪鹰。是。不许谁去找我？还不是我们少主想去找你又不好意思，我说去找你，他又不许。你不来找我，那我就来找你了。对了，师尊呢？这几天怎么没见过他？从小在水源道观就是他照顾我长大的，我应该和他好好道别。他受了一些伤，需要休养一段时间。师尊要不要紧？他现在在哪里？我去看看他。景秋，他的功力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整个龙山国能有几个人是他对手？你就不要去找他了，万一打扰了他的修炼进度，那多不好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帮你说。我倒也没什么要特别嘱咐的，我就是希望他不要成天板着脸，多笑笑，不要让大家都以为他生人勿近，都害怕他。还有，不要总是在晚上练武，一定要练武的话，千万要记得披件衣裳。对了，你要让他少喝点酒，他最爱的那坛桃花酿，其实我偷偷给他藏起来了，就在厨房的地窖里。没想到你还偷藏你师父的酒，那可是我的杀手锏。可是你不要今天就告诉他，等他哪天特别开心或者特别难过的时候，你再告诉他。好。就是这里。白大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因为今天我要替天行道。什么意思？你们都只是知道于静秋的神女身份，却不知道她其实就是祸患。我不是魔族，也绝不会成为被他们利用的棋子，做危害下族的事情。在你身上藏着通往魔族罪恶之门的钥匙——雪花符。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，其实这个秘密在我心中藏了20多年，今天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。这个封印战的雪花符，坏了，雪花符没毁掉。看来他就是现在龙山国灵力最强的人。这一仗终于是结束了，只能说是告一段落，并没有彻底结束。达尔豪的一步残身侥幸逃脱，并没有完全被摧毁。封印他大部分肉身的青铜棺材被魔族抢回黑暗深渊，为了防止魔族卷土重来，魔雪国主尽抵命将神魔井给封上了。这一次我们尚有神力相助，那下一次呢？神魔井的结界会大幅削弱神灵的神力，所以神灵都不愿意轻易的离开神界。是魔雪国主夫妇善良英勇，助我们下族打赢了这一仗。只可惜他们也牺牲了自己。我们一定要坚守住已经取得的成果，保护神魔井。如果达尔豪想复活的话，只要他拿不回肉身，就没有办法复活。以后就由我们各门派轮流派遣人手，看守住南秦的神魔井，绝对不能再让魔族有可乘之机。大魔神达尔豪已经让咱们打成2截了，他还能干什么呀？现在唯一能打开青铜棺材的钥匙雪花符也让咱们毁了呀！没有钥匙的锁就是最安全的锁，那个青铜棺材
跟咱们6大掌门人的性命已经连在一起了，他们还能翻起什么风浪？雪花符之所以成为符，是因为它有自己的意识，但它是没有辨别是非能力的灵物。它可以自由出入，主动寻找主人，寻找灵力最强之人，依附于他的身体里。既然已毁，现在自然就万无一失了。但如果他依附于魔族的身体，那就坏了大事了。那你还担心什么呀？已经让咱们毁了呀，对吧？对，毁了。除非我们参与封印的6人全部身死，否则魔族就不可能打开棺材。身为我夏族修为最强的几人，守卫疆界抵抗魔族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。这回真的可以说，咱们是拿性命在保护夏族。经过这一仗，我们会更加同心协力。原来雪花符根本没有被你摧毁。当年是我的疏忽放走了雪花符，之后我便一直在寻找。我打听一下，沂水城里实力最强的修行者都有哪几位？这些就是。站住！对不起，你神经病啊！你不是我要找的人，对不起。认错人了。雪花符打完人就走，到底飞去哪里了？真是个神经病！我想了很久，雪花符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要是昭告天下，免不了引起恐慌。要是被魔族知道了，先我们一步得到了雪花符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怪不得这么多年你一直隐姓埋名，原来你一直在默默寻找雪花符的祭主之人。这是我心中的一桩心事。根据雪花符寻找最强灵力的人的习性，我寻遍了龙山国的所有高手，每次试探之后都没有获得他的蛛丝马迹。我只知道雪花符就在这个世上，但我找不到他。直到于锦秋身上的雪花符出现，我才恍然大悟，他之前神脉被封，没有修炼成龙山国的最强高手，也就被我给忽略了。所以，静秋身上落血的痕迹，是雪花符导致的。雪花符早已先我们所有人一步，发现了静秋的神女身份，和她身上潜力无穷的强大神力才会附着在她的神脉中。前几日的天降异雪，和于静秋身上的落雪便是最强有力的证明。既然雪花符已经苏醒，那她便可以再次选择主人。于姑娘神力尚在，法力强盛。如果有朝一日，出现了灵力比静秋还强的人，那么雪花符就会寄存在她的体内。万一那个人是魔族，那雪花符就被魔族得到了，青铜棺材的封印也就保不住，到时候夏族将岌岌可危。那时候就晚了。趁现在雪花符刚刚苏醒，还未成熟，依然在于静秋身体里成长，便是最好的机会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要做的是摧毁于静秋体内的雪花符，这样青铜棺材的唯一钥匙也就不存在了。这其实是我20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。不可能！我东伯雪莹对天发过誓，要护她，爱她一辈子。保护天下我有责任，保护爱人我同样也有。可是现在你的爱人和你要守护的天下并不能两全。你这是弃龙山国于不顾，你是要毁了夏族。朝朝日月，你们这些所谓的正派，竟然要靠杀一个女子来维护家园的安危，简直是笑话。静秋她就如同龙山国中的万千普通百姓一样，若我连她都保护不了，谈何保护芸芸众生？今天，人当杀人，佛当杀佛，闪开！走！什么？于静秋不见了？是，
可是他并没有消失，他还在这儿。他现在去往何处？他被东伯雪灵带走了。东伯雪灵是不会伤害他的。这次真是万幸，这次他们为了那青铜棺材，把于锦秋给杀了，让我魔族功亏一篑。这个罪责，你承担得了吗？我一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只要他还没有回魔雪国，那就来得及。现在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在他们之前给我找到于锦秋。是。一定要抢先一步抓到于锦秋。大祭司失势，我才是魔界最厉害的恶魔。静秋，怪我功力不够，没能将雪花符引出来。雪鹰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你从小尊师重教，今日却因为我和元老们对立，我知道你一定很为难。那我也不能让你伤心。你放心，白大师当年既然能引出雪花符，就一定还会有办法。长风学院的藏书阁里有许多藏书，上面记载了许多冷门的武功法术。之前关于黑风崖的介绍，我就是在那里找到的。只是现在我们可能不太方便回去。我知道有个地方，比藏书阁的书还要多，还要齐，可能那里会有办法。思恩要是在这儿通宵怎么办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们再等一等。对了，之前我对师尊下过试睡灵液，还挺管用的。要不我们对他也试试？我懂了，我去制造一点声音，别下太多，不然明天醒不来。这里哪来的狼嚎啊？乱入君子已是寒窗，昔日颜欢少年儿郎，前尘一指流光，云何念念不忘？一盘棋，一壶酒，一声长。煮酒论茶，眉目疏朗。云深不知问心可放，梦里煮酒论茶，千山外不见故乡。旧城里陈年世界怅望。望将月光点亮烛光，不言锋芒，叹人间不忘。俗世偏爱尘之无常，且行从容，叹苦人无恙。记忆中描摹你的目光，暮雪雪里拂袖落满霜，
风过出山河安康，愿与君共赏。望将星光藏尽，时光不语相忘，天涯也无妨。俗人偏爱贪欢，寒肠渐行渐远，悲酒添诗寒。锦衣中描摹你的目光，暮雪几缕拂袖落满霜。风过出山河安康，愿与君此行同往。